欢迎来到互联网产品方法论的学习。这一讲是这门课的导论。在开启课程之前咱们先来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互联网做产品和其他行业做产品到底有什么不同？产品这个词可不是互联网独有的概念。我们在传统行业的语境中提到产品的时候，它通常指的是能让你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产品。比如你手里拿着的手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实物产品。它的生产流程很复杂，一部手机可能涉及到上万个大大小小的零件，它们会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工厂。手机厂商需要确保这些零件的有效供应，避免因为缺乏零件导致手机整机无法生产的风险。所有的零件会被送往产品线，由机器和工人组装成一部一部的手机，在经过包装之后，通过物流环节送到你的手里。但互联网产品不太一样。它的核心在于用软件的方式提供线上的虚拟服务，比如你现在正在听的得到的 App， 它的制作流程就要快很多。互联网产品经理会描述产品大致的模样和功能，设计师和研发工程师在自己的电脑上把这些描述用编码的方式做出来，然后通过安卓的应用市场或者 App Store 发布到互联网上，你就可以下载到手机里面用了。发现没有？这两种类型的产品，它们在设计、生产、分发环节都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实打实的物理世界，而后者则是虚拟的数字空间。基于这样的底层差异让互联网产品衍生出了很多区别于其他产品的特性。其中我认为最关键的两条，分别是快速和共生。可以说，理解了这两个关键特性，你就理解了互联网产品方法论的精髓。咱们先来说第一个关键特性：快速。在互联网行业里有句话叫做产品武功唯快不破，意思是只要你的速度足够快，就没有做不成的东西。这句话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快速迭代、快速响应确实是做互联网产品的必备技能。更进一步说，互联网产品的快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互联网产品的迭代频率非常高，这样它可以不断进行探索和试错。对于传统的实物产品来说，它可能要深思熟虑、从长计议，因为它的生产和交付过程是单向的，而且生产周期特别长。还是以一部手机的生产为例，它一旦确定了设计，完成了原料的采购，开好了模，就很难再逆向对手机的形态做出调整了。但互联网产品是双向的，它可以1分钟发布一个新特性，下1分钟就能恢复原状。因此有枣没枣、打一竿子试试的探索心态，在做其他产品的时候很难实现，但是在做互联网产品的时候却非常常见。这也让大量互联网产品经理能够更快地迭代产品，积累经验。另一方面，互联网产品特别重视数据的实时反馈，这让它可以保持高效的运转。针对传统产品而言，如果我们想要获得使用满意度、市场反馈、功能偏好等等这些信息，可能就得做大量的抽样调研、回收统计之类的工作。但互联网产品不一样，它可以做到全量的数据监控和分析，并且实时的做出调整。比如之前有个头部的女性社区的产品负责人曾经跟我说，他们所有的新功能的发布都有基于数据的测试过程。他的观点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新。他说，我们上线一个功能只要5分钟就可以有足够的数据，如果这个数据反映它影响到我最终的转化指标，我们就立刻会把这个功能下线。你看，基于数据能力的实时分析，恰恰是互联网产品保持高效运转的秘诀。目前我已经看到有不少传统行业的产品借鉴了互联网的数据方法论，比如被称作效率神话的服装品牌 Zara， 它的一件衣服从设计到上架只需要15天。他们会通过自己的直营门店收集销售数据和用户反馈，并快速调整生产和供货的计划。这其实就是利用数据能力对供应链的极致塑造。互联网产品的第二个关键特性，我认为是共生。这里的共生主要指的是互联网产品和用户之间的紧密联系。这要怎么理解呢？在传统行业里，产品和用户的关系可能偏向于单纯的生产和消费。比如你买一瓶水，是由厂家生产出来，然后交付给消费者来使用。
这像是某种一锤子买卖。但是互联网产品不一样，用户不仅仅是产品的使用者，他还是产品价值的塑造者，两者呢双向互动，彼此共生。比如你现在使用得到 App 的时候呢，你所看到的内容推荐逻辑和产品的展示逻辑，可能都跟其他的用户不一样。另外啊，得到 App 里面还有一个叫知识城邦的社区，你可以在这里跟其他的同学或者老师互动。这部分产品价值就是通过所有参与其中的用户共同实现的。正是基于用户在互联网产品中的关键地位，逐渐衍生出了许多追求极致用户体验的方法。这个呢，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里面细说。除了塑造产品价值，互联网产品独特的分发和传播的路径，也让它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覆盖更广泛的人群。理论上，互联网产品可以几乎零成本地触达任何能够上网的用户，不受区域和渠道的限制。这就使得在互联网世界里，小众产品也能够获得更轻松的生存环境。换句话说，任何人都能在互联网的虚拟数字空间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比如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听金属乐，但是当时呢，身边的朋友大部分都对这种音乐形式不感兴趣，我周围也没什么人能讨论，资料和背景信息也很少，只能自己到处去买杂志、淘碟，像是自娱自乐。但现在呢，有了互联网，即便你喜欢的是某种极端小众的音乐形式，也一定能在网上找到共鸣。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折叠了我们的物理世界，这是更深层次的用户与互联网产品的共生。对于互联网产品人来说，做出让用户更满意的产品，哪怕只是服务很小众的一批人，也依然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儿。好，说完了互联网产品的关键特性，我们再来聊聊产品经理这个关键角色。我们在上面反复强调产品和用户之间的共生关系，但在这里面啊，产品经理的连接作用不容忽视。第一，产品经理是一款互联网产品在全生命周期里的枢纽，并且对它的综合数据负责。第二，产品经理也是用户与产品之间的枢纽，他们需要聆听用户的声音，关注用户的体验，再用对产品升级迭代的方式回应种种的用户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啊，产品经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最本质的挑战是间接感。什么是间接感呢？我认为这是一种在各种利益相关方之间，产品经理所面临的间接性的约束和两难。一方面，产品经理需要观察全局，做出决策和判断，却又没有直接伸手做事的空间。他需要对产品整体负责，却往往没有实际的行政权利，而是必须和不同的角色去谈判、沟通、协调。说起来，产品经理好像是决策者和推动者，但现实情况中，他却常常看起来是被动的执行者。产品经理的所有决策啊，都必须通过别人才能实现，哪怕是修改按钮上文字的字体这一类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事情，产品经理也必须借由设计师和工程师的手才能完成。这就导致产品经理的决策没有办法由他来直接实现，而是必须通过合作者的配合间接完成。所有的配合都不是单向的，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决策背后都需要达成某种妥协，这个就是面向决策的间接感。另一方面啊，产品经理面对用户和市场，或者是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还会收到大量的数据、信息和反馈，他们需要不断的在其中做取舍，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或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以及如何选择增长策略，甚至如何放弃一条产品线。这个呢，就是面向需求的间接感。然而，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约束条件，并不意味着做不出好产品。怎么在一堆约束条件中找到最合适你的产品突破之路呢？产品人又怎样面对这种间接感，做出有生命力的好产品？结合我个人10几年的从业经验，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啊是有方法的。在接下来的课程里，我会按照一个互联网产品的发展历程，分3个模块和你分享我的经验。第一个模块呢是关于产品的起源，它是从我们想做产品的起心动念开始，到选定相对成熟的产品方向为止。其实产品方向的选择是一个相对主观的事情，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答案。但是我呢会从自己个人做产品和创业的经历出发，给你分享几个亲测好用的心得和方法。怎样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市场？如何判断一个产品做什么不做什么？
这些最初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后续产品的成败。第二个模块是关于产品的上线，它会涉及到如何设计用户体验以及如何将产品推向市场。其实所谓设计新产品的大部分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对产品新功能的设计。比如说，我们会在产品设计方法的课程中讲到以用户心智为第一要务的设计方法论，以及如何更有效地从其他产品中学习和借鉴。另外，这个环节中我们还会讲到把产品推向市场的过程，怎么去做测试，以及互联网产品常见的商业化方式等等内容。这一环节呢，决定了产品是否能够作为业务的有效载体生存下来。第三个模块是关于产品的增长和持续迭代。当产品度过了早期的生存阶段，就需要明确如何根据数据反馈进行持续优化迭代了。在这个过程中追求更大的用户规模和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重要的。我会分享数据体系打造的几个关键选择，以及产品增长过程中的一些方法。如果前一个阶段是在创造，那这个阶段更像是在迭代。当然，必须承认的是，所有的这些环节里面的内容都未必可以带来绝对的成功结果。事实上，任何产品人都无法连续做对所有的选择。我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是尽可能的追求决策信息的充分和决策过程的逻辑完备，进而提高决策的成功率。希望这门课程呢，可以给你带来足够多的启发，帮助你应对做产品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挑战。接下来我们就将正式进入课程的第一模块，当你起心动念想做产品的时候，怎么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市场。我们下一讲见。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当你起心动念想做产品的时候，怎样找到合适的市场。这是产品的起点，也是咱们课程的起点。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市场，确定产品的大方向，基本上都是一把手工程。这一点，在我经历了从产品经理到业务负责人的角色转变之后，有了更深的体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为选择行业方向，本质上是选择你的用户群体。你要面对的究竟是大规模的广阔市场，还是小规模的垂直市场？这个选择呢，将长久地影响你未来的目标用户、业务模式、团队规模和发展路线。正如同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在《未选择的路》中写到的那样，黄色的树林分出两条路，我无法同时涉足。这个选择将决定你未来的路径、成功的概率，以及获得成功之后的个人状态。接下来呢，我将结合我的个人经验，给大家讲讲我的3个选择思路。先说第一个思路，我们要想清楚创业者做产品的先后逻辑，要么向内看，找出自己的优势，要么向外看，找到市场的机会。这两者哪个在先呢？如果先从外部市场出发，根据风口和所谓的大势来决定你的产品方向，你会发现这里面的不可控因素太多了。风口、大势都不是你能控制的。换句话说，你其实是被动地选择了你要做的产品。长期看，因为没有差异化的优势，很容易被市场淘汰。相反，如果你先从自身优势出发，然后去选择合适的市场，这样变被动为主动，反而更容易抓住机会。关于这个问题，著名投资人纳瓦尔森就有个观点：个人获得成功的最关键要素就是贩卖自己的稀缺价值。因为如果市场可以轻易找到另一个人替代你，那你就无法真正致富。而确保价值稀缺性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让你的技能或者价值来自于你的个性，你自己的禀赋，这是最天然的竞争优势。这就像瓦尔德说的，要做自己，因为别人都已经有人做了。好，那怎样找出自己的竞争优势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我给它起名叫饭局自我介绍。就是想象你跟一群同行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你应该如何向他们做自我介绍？如果你只是讲一个在座的大家都有的特点，那么不会有任何人在意或者记住你。但如果你能分享一个特殊的标签，这个标签能让房间的其他同行记住你，那这一点就是你不同于他人的竞争优势。更进一步说，创业者找产品机会的逻辑也是一样的。比如你不妨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们团队的优势在哪儿？我们这群人做成什么样的事成功率更高？这种竞争优势可能来自于自己或者和产品相关的各个方面。比如你有更低的获客成本，你掌握了更丰富的行业资源和人脉，甚至是具备独特的行业认知。
再比如，你有更充分的资金和人才储备，或者已经掌握精准的销售渠道，这些都可以成为不可复制的壁垒和优势。举个例子，我们团队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发布的第一款产品是 ReadHub， 这是一款 TMT 领域的资讯阅读工具。所谓的 TMT 指的是科技、媒体、通讯的首字母缩写，你可以理解为泛科技领域。为什么选择这款产品作为突破口呢？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团队在创业之前就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多年，比如在微信、微博等等社交媒体，我们已经有了100万级别的订阅量。换句话说，在 TMT 领域的影响力以及多年积累的对用户需求的理解，就是我们独特的竞争优势。后来 ReadHub 这款产品也不负众望，帮助我们迅速站稳了脚跟。你看，所谓的大蛋糕虽然看着诱人，但也要看旁边摩拳擦掌的竞争者。你得盘算清楚自己的优势究竟在哪儿，了解自己的禀赋，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再决定要不要去吃这块蛋糕。这其实是做市场选择最关键的一环，我认为它甚至比评估行业规模和行业前景还要更重要。当你明确了自身优势之后，就说到第二个思路，我们如何选择外部市场。关于这个，我要提醒你，当心所谓的风口。小米的创始人雷军曾经说过，站在行业的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这句话没错，但如果你生搬硬套的用在选定产品的创业方向上，很可能让你忽略自己与潜在竞争者的差别。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有疑问，行业的各种机会难道不就是从这些被广泛关注的风口中涌现出来的吗？事实不是这样，因为先后顺序颠倒了。很多时候啊，恰恰是因为行业发展已经蔚为壮观，才带来了媒体和大众的关注，而不是先有大众的关注，而后发生行业发展。对于后者的情况，我认为它就属于很典型的假风口。这个时候，通常人和资本市场都缺乏理性，情绪会驱使大家做出不合理的选择。以我个人为例，我经历过微信小程序的爆发式增长期，那个大概是2018年前后，当时行业里面言必称小程序，投资人频频伸来橄榄枝，众多玩家使出浑身解数来争抢流量。然而现在回过头看，那些在当时高举高打的产品，现在存活下来的其实不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因为听到媒体大量报道就决定进入一个行业，这个时候十有八九已经来不及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在做市场选择的时候，千万不能追假风口，而是要找真红利。什么是真红利呢？简单来说，作为资源有限的创业团队，我们要尽可能的找那些尚未成熟、拥有早期红利的市场，并且在行业爆发之前就实际参与进去。以我的创业经历为例，在创办无码科技的时候啊，我们的团队内部也讨论过类似的市场选择问题。当时大概分成两派观点，一派呢建议我们进入规模足够可观的大市场，比如工具应用或者电商平台，大规模、大动作、高举高打。另一派则建议我们找一个利基市场。什么是利基市场呢？英文是 niche market， 可以直译为狭缝中的市场。意思啊，就是这种高度垂直的领域，通常服务于小规模人群和比较专业化的场景。我们挑一个这样的领域，把它做深做透。后来我们选择了医疗 AI 作为公司的核心发展方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呢？除了团队既有的积累和信念之外，更关键的原因是我们看到了这个行业潜在的真红利。首先，我们评估了这个领域的整体市场规模。从需求层面看，中国14亿人，每年有近100亿人次的诊疗，而且每年的增速都非常的快。与此同时啊，随着居民预期寿命的提高和生育率的下降，未来的诊疗资源供需势必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缺口。因此，行业一定需要更有效的分级诊疗和更可靠的医疗辅助决策系统。而我们做医疗 AI 和医疗数据，就是希望冲着这个缺口提前做准备。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医疗行业是一个很典型的可以与时间成为朋友的行业。我们生产的医疗数据内容虽然随着医学进步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大部分的医学实践和结论是稳定而不是易变的。随着我们工作的开展，这些工作成果就能够产生积累效应，释放长期价值。所以你看，对真红利的判断不仅要看一个市场的规模，我们还要看这个方向是否具有广阔的前景，以及可以不断积累的长期价值。
如果说上面两个思路主要还是从相对客观的角度去分析各种选择的优劣，那最后一个思路，我想从自己的主观经验出发，聊聊这些选择背后的动力源的问题。在这方面啊，我有个不太成熟的偏见，我认为要做出真正有价值的产品，绝对不是讲数据拼流量，只靠3分钟热度就能做好的。相反，它更需要你对做产品这件事情的热爱。更进一步说，我认为产品其实有2个不同属性的取向，一个是商品，一个是作品。商品取向更像是做生意，而作品取向更像是搞创作。前者应该更偏向于空间足够大的广阔市场，而后者则更应该优先考虑满足部分用户的垂直需求。比如我有一个做手机 app 的朋友，他的工作就是不断尝试做不同类型的 app。他的 app 没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并且他也并不沉浸于具体的应用。对于他来说，评价一个应用的唯一方式就是可以最大限度的低成本获客，产生最大的流量，并最有效率的变现。他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流量商人，通过流量利差赚钱，这个就是他的乐趣和成就感。只要赚钱，产品做得美不美并没那么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啊，他如果要做新产品，基本只有面向大众人群这样一个选择。一旦产生套利模型，用户规模可以使得这个模型最大化的赚取利润。与此相对的呢，有的产品从诞生之初就因为它独特的气质而导致难以大众化。当我们的成就感来自于作品时，我们会在其中体现自己的偏好，而基于这个个人的审美偏好，往往也会筛选用户。通常个人特点越鲜明，用户群就会越小。比如微信读书的日活肯定没办法跟微信小游戏里面那些头部的休闲小游戏相比，但是我却很喜欢这个产品，如果能选择，我也倾向于做类似这样的产品。换句话说，相比于砸流量做商品，我会更喜欢打造一款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比如在做医疗搜索类产品的时候，我就能从帮助别人解决医疗健康问题里面获得成就感。从这个角度看，你不妨和我一样，在做产品之前多想一个问题，对于要做的这个东西，你真的喜欢吗？好了，总结一下，这一讲我们聊了做产品之前如何找到合适的市场，我分享了3个选择思路。首先呢，是明确自己的竞争优势，选择自己擅长的方向做产品。其次是在选择外部市场的时候，不要追假风口，而是要找到有真正红利的领域。最后建议你选择自己热爱的方向去做产品。以上就是这一讲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一讲见。